是我身边的罗云熙，欢迎。主持人好，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哇，这次春节咱们回到了四川，也来到了宜宾，有没有什么你记忆中的想给大家推荐的宜宾味道、宜宾美食？还真的有。虽然说其实我是四川人，但是呢，这一次来到宜宾是我头一次。哦，真的？对，虽然是头一次，但是呢，宜宾有很多美食，就是在我的耳中已经就是如雷贯耳了。比如说，宜宾燃面，这个就是头一道，你到宜宾必须要吃的。我昨天晚上才吃，因为宜宾燃面它是属于那种干拌面，对，它没有汤。然后呢，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这种干拌类型的面，所以宜宾燃面是非常对我自己口味的。但是呢，有一个小 tips。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可能会要备注少放一些辣椒，因为宜宾燃面它是非常，就是这个重口味的。然后呢，第二道美食来到宜宾必须要吃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宜宾的白肉，宜宾白肉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然后它那个白肉为什么说是非常有特色呢？因为就是我们在成都，比如说吃白肉哈，它那个肉就大概就是这么大一片儿。这么大一片一片的，对，但是宜宾白肉它不是，宜宾白肉它是这么大一片一片的，一条一条的，对，这么大一片片的，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带劲儿，然后它切的又非常的薄，所以说它裹上那个酱料的时候，你就是满嘴的就是这个，哇，就是这个家乡的味道。然后还有一道就非常出名的菜叫做南瓜田鸡，这个菜大家也必须要去就是品尝一下，因为这个。南瓜加上这个田鸡两种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之后，它这个口感是非常的独特的，所以这三道菜就是我非常向大家推荐的宜宾的，就是这个比较出名的特色。现在我个人认证你为老吃家，这还好，因为就是说宜宾它这三样东西，其实在四川是非常出名的。对，虽然我没有来过宜宾，但是。宜宾的美食已经是如雷贯耳了。平时是在哪个城市待的时间多一点？我平时如果不工作的话，就是在家乡成都可能会待得多一点；如果有工作的话，可能就在北京待得多一点。那出去拍戏或者工作很久再回来，比如说这次回来听到老乡的四川话，会不会觉得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每次听到四川话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四川话其实就算是根深蒂固的母语了。从小，我的成长都是伴随着四川话的，所以但凡一听到四川话，我就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回到了家乡，真正的落叶归根了。那如果说让你用家乡的方言去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送段祝福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句最经典的？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是2026年马年。在这儿要祝大家马年吉祥，马年大吉，今年一年都可以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哇，非常的地道，非常地道，非常地道。那云熙，像比如说你在拍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过年春节回不了家，在剧组？其实就是近几年，我记得我。春节期间能够回到家的次数真的并不是很多，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剧组拍戏，然后好像近2年吧都是在横店，然后但是比较巧的是，这2年春节期间我的父母都是在横店陪着我一起过的新年。那你好幸福。对，就是说虽然没有回到家乡成都，但是呢和亲人还是团聚在一起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春节嘛，所谓的这个年味儿，最重要的就是团聚。你在哪儿团聚其实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和亲人待在一起。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小计划。我希望我自己在2026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充实一些吧。对，不仅仅是在影视作品的这个维度上，我希望自己在音乐作品的维度上也有更大的突破，比如说多开几场演唱会啊，然后能够在演唱会上和大家多见面。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以及
我想实现的一个小目标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项了。我们每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要采访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考题，那就是要用你面前的纸和笔，去写一个福字送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好不好？好呀。这个我可是听说了，说是云溪的毛笔字是学过的，千万不要给我立 flag，是吗？那要不要试一试？试一试吧。只能献丑了。哎呦，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写字，然后学习写字的话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长大了之后，其实练硬笔会多一些。好，软笔的话可能就得看。跟到老师上钢笔来吧。写个福字是吧？福字，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字体？哦，这个还是个带一点行书的感觉。这是练过，这个绝对练过，还行吧，看运气。非常行了。来，给我们的网友们展示展示福字福到。那我们也把它倒过来，我们俩一起把它倒过来。福到了，央视新闻的朋友们接福啦！谢谢云溪。